你每天是不是都会来点水果，觉得这样养生又健康？先停一下。一位有30年经验的老果农私下爆料，有5种常见水果在种植过程中用了大量农药，几乎天天都有残留跟着吃下肚。如果长期不避开这些陷阱，你以为在补充维他命，实际可能是在慢性服毒。今天我们就深入揭开这5种水果背后的农药秘密，以及如何自保避免吃下过量农药。根据官方监管数据，多数市售水果的农药残留其实检验合格。以2025年第一季度为例，抽检的果蔬农药残留合格率高达 98.3%， 听起来不错对吧？但是别高兴太早，那剩下不到 2% 的不合格样品中，几乎每次都出现以下几种水果的名字。许多有经验的果农私底下都劝亲友少吃这几样水果。哪些水果这么不让人省心？我们一一看来。1. 草莓，藏不住农药的红色海绵。草莓为什么稳坐最脏水果的头把交椅？老果农直言，草莓从苗到果几乎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农药。这种鲜红诱人的小果子，表面布满细小的种子和毛孔，薄薄的果皮仿佛农药海绵，喷过的药剂很容易残留在这些缝隙中。有农业检测发现，2024年某地抽检的草莓中，有近 48% 验出了一种叫辅酶粒的杀菌剂。虽然其含量都在国家标准以内，但值得警惕的是，欧盟已将辅酶粒列为可能致癌物。更麻烦的是，草莓顶部那圈凹陷的果蒂，周围农药容易积存在那里，光用清水冲根本冲不干净。我们经常听到草莓农药多的传闻，事实上，草莓几乎年年都名列农药残留排行榜前茅。美国环境工作组织 EWG 在2018年的检测中就指出，草莓样本中有1/3含有10种以上的农药残留，其中一颗草莓甚至验出22种不同化学物质。这消息当时轰动一时，不过也有人提出，检出农药种类多不等于危险，关键还得看剂量。实验显示，草莓上常见几种农药的残留量其实远低于有害剂量，有的仅仅是安全下限的100万分之一。换句话说，一颗草莓上的农药残留量微乎其微，单吃并不会让人当场中毒。然而问题在于，我们往往长期反复的吃，如果天天吃、大量吃，这些微量农药会不会累积影响健康？科学上尚无定论，但医学界建议，幼儿、孕妇、免疫力弱的人还是少吃高农残水果比较稳妥。毕竟谨慎总比事后后悔好。老果农还透露了一个洗草莓的误区，很多人习惯先把草莓的蒂头拔掉再清洗，或者干脆切掉上面一节再洗。其实这么做反而让农药有机可乘，因为一摘地，草莓顶部就露出小洞，水洗时残留的农药可能顺水渗进果肉。正确方式是带地清洗，而且最好用淡盐水浸泡5分钟，再用流动清水轻轻冲洗。清洗时别用力揉搓，以免戳破果皮让农药残留跑进去。处理干净的草莓尽量尽快吃完，不要久放出汁。虽然洗不掉的农药还是有，但至少能减少大部分表面的毒。2. 葡萄，一周一药的泡药罐子。葡萄是另一个农药大户。俗话说，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但皮才是问题所在。所有葡萄上的药都残留在皮上。老果农形容现在的葡萄田就像定期打点滴，每隔7天左右就要喝药一次，从开花结果到成熟采收，几乎周周离不开杀菌剂、杀虫剂的喷洒。尤其是在南方湿热气候下，不打药根本保不住一串一串晶莹剔透的果实。霉菌、果蝇、介壳虫稍不留神就会让一整园葡萄颗粒无收。所以果农为了保产量，只能频繁打药预防。你以为有籽的老品种还好一点，其实无籽葡萄用药更多。为了培育无籽又大的果实，花期要喷赤霉素等植物生长调节剂来抑制种子发育，促进果粒膨大。等果实长起来，为了防止贮胀和运输中烂掉，还得在成熟前后泡防霉剂。一些葡萄采收后甚至直接泡进防腐药水中增强卖相，这让果皮残留的药更加难洗。一位种葡萄的理性果农偷偷透露，有些果园会直接把整串葡萄浸到药水池里处理，
出来的葡萄看起来粒粒饱满，但靠近闻有股明显的药味，可想而知，这样处理过的葡萄，不管外观多漂亮，表面早就是一层药膜了。葡萄的农药问题在多国检测中都榜上有名。环保组织的分析显示，抽查的葡萄样品几乎2/3以上都有多种农药残留，而且葡萄容易累积多种不同的农药在一颗果实上。同时，在一些地方，为了让葡萄延期上市或反季节销售，还会在采收后给葡萄熏留、打防腐剂。这些额外的药剂都增加了残留风险。食用葡萄时，我们该怎么降低风险？首先，绝不能偷懒不洗就往嘴里丢。正确清洗葡萄的方法是先将整串葡萄泡在清水或加入1小时面粉或淀粉的水里浸泡几分钟。面粉有助于吸附果皮上的残留。接着轻轻抓洗每一颗葡萄，再用流动清水冲干净。特别注意果梗和果蒂连接处，那是农药最爱躲藏的地方。清洗干净后，吃之前最好还是把葡萄皮带水再搓一下，或用干净毛巾擦一下，减少残留。当然，最保险的办法是吃之前削皮或剥皮，但葡萄那么小颗，剥皮不现实，而且许多营养都在皮中，所以只要仔细清洗，其实没必要剥皮。但如果碰上皮特别厚的巨峰葡萄等，也有人选择吐皮，这也能略微减少农药摄入。总之，葡萄这种泡药果，吃之前多花点时间清洗是绝对值得的。3. 苹果套袋也难逃残留的光鲜毒苹果。苹果一向有每天1苹果，医生远离我的说法，可老果农却提醒，每天1苹果，如果清洗方式不对，农药恐怕不会离你远去。苹果树容易招惹各种虫害和病菌，从开花做果到成熟采摘，要经历好几个高风险期，所以常规种植要打不少药。为了降低采收前的用药量，中国、日本等地很多果农都会选择给苹果套袋。套袋是在果实还小的时候，用特制的纸袋把每颗苹果包起来，隔绝外界病虫侵害。理论上这样可以减少2至4次农药喷洒。不少消费者也认为套了袋的苹果更安全。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，套袋前果农往往会先对果树来一轮猛药，喷洒高效杀虫剂、杀菌剂，把可能的虫卵和真菌都杀掉，再迅速套上袋子。这一波农药其实已经渗透进柚果表皮，等苹果长大摘袋时，残留的药剂还是附着在果皮上。套袋确实能减少果实生长后期的喷药，但早期打的药并没消失。有检测对比过套袋苹果与不套袋苹果的残留量，结果显示不套袋的苹果残留农药量是套袋苹果的5倍以上。可见套袋确实能显著降低后期残留，但是降低不等于没有。即使是套袋的苹果，果皮上仍可能带有各种农药痕迹，只是剂量比起未套袋者小很多而已。所以不要迷信所谓不用洗直接啃的安全苹果，那多半是宣传噱头。更隐蔽的问题是打蜡。我们在超市里看到的苹果，为什么一颗颗又红又亮，光可见人？很多人以为那是新鲜和品质好的表现，其实未必。一些果商会在苹果采收清洗后给果皮人工上蜡，目的是封住水分，延长保鲜，顺便让苹果看起来卖相更诱人。打蜡如果用的是食用级果蜡，比如蜂蜡、巴西棕榈蜡，对人体无害，还能降低农药残留被洗掉后再重新沾染的可能性，是被允许的。但问题在于，有的不法商贩为了更亮泽和降低成本，可能使用工业蜡或掺有防腐剂、杀菌剂的蜡，这种蜡里可能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，你用清水是洗不掉蜡层的，连农药残留都被封在蜡下面。曾有媒体曝光，有些劣质苹果打的是工业石蜡，里面混有对苯2酚等化工原料，长期摄入对肝肾不利。当然，大多数正规果蜡本身无毒，但谁也很难光凭肉眼分辨蜡的好坏，所以面对光鲜亮丽的苹果，我们仍然要多一分警惕。苹果是很多人每天必吃的水果，那么怎样吃才安全？彻底清洗和削皮是关键。老果农教了一招，准备温水加入小苏打、烘焙用的苏打粉，搅匀，把苹果放进去浸泡几分钟，再轻轻擦洗。研究发现，
小苏打水能有效去除苹果表面的部分农药残留和蜡质，特别是苹果顶部和底部凹陷的地方，用一把软毛小刷子蘸苏打水仔细刷洗果蒂、果脐部位。这些点是农药含污垢最容易积存的死角，一定要刷到冲洗干净后的苹果。如果还是不放心，那就干脆削皮吃吧。很多营养其实存在果肉中，果皮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并没多到非吃不可的地步，用干净安全换取一点点营养损失非常划算。有位食品安全专家就直言，苹果皮那点营养真的抵不过残留风险，所以苹果能削皮的就削皮吃，特别是家里老人、小孩，更要避免直接啃带皮苹果。4. 水蜜桃，甜蜜多汁背后的科技药剂。水蜜桃包括油桃，香甜多汁，向来是夏季人气水果，但你恐怕想不到，这一口甜蜜背后有时也充满了科技与狠活。老果农王师傅透露了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行业秘辛。有些果园为了追求又大又漂亮的桃子，在桃子还青涩的时候，就把果实整个泡在药水里处理。这种做法是给桃子浸泡植物生长调节剂，俗称膨大素，促进细胞膨胀，使果子体积增大，外观饱满好看。正常情况下，桃子成熟有一定自然大小，而药水泡过的桃子往往个头偏大，且卖相讨喜。虽然按规定低剂量使用植物激素对人体暂无明确危害，但过量使用或多种激素叠加，难保不会有残留超标或风味受影响的问题。更夸张的是给桃子增甜，你以为水果的甜度只能靠日照、水分和品种，其实不然，偏门路子总有人敢用。王师傅透露，曾有不肖果农会在桃树树干上钻孔，然后灌注甜味剂。所谓甜味剂，就是人工化学甜味素，例如甜蜜素、环己基、氨基磺酸钠等，把甜蜜素直接打进树的疏导组织，让即将成熟的桃子额外吸收糖分，提高甜度。这样处理后的桃子咬一口特别甜，但因为甜蜜素属于食品添加剂，国家严格限制使用范围，水果中检出应该是零容忍的。一旦这种非法手段留下残留，桃子中的甜蜜素含量可能超标好几倍，长期食用潜在危害难以估计。幸好这类违法增甜手段并不常见，但听完还是让人背后发凉，居然连水果都能这样注糖。当然，大多数桃园并不会用如此极端的方法，不过桃子的日常用药还是少不了。桃树容易遭果蝇和病菌侵袭，从开花结果到果实成熟期间，一般也要喷好几轮农药来防治虫害和白粉病、褐腐病等。有些桃农采用套袋种植来减少后期打药，就跟苹果套袋类似，但桃子果皮嫩，容易藏绒毛，套袋工序繁琐，加上桃子成熟时多雨潮湿，套袋也未必防得住病害，所以不少露天桃园还是得视情况多次施药，保证果品品质。我们在市场选桃子时，可以留意几点：个头异常大，颜色过于鲜艳，甜得反常的桃子要提高警惕。正常成熟的桃子有自然的香气和甜度，不会甜到发腻，也不会大到离谱。如果一筐桃子长得像复刻的一样完美无瑕，那极可能是用了促熟剂或其他处理的结果。购买时尽量挑有自然斑点、大小适中的，反而更安全。拿回家的桃子一定要仔细清洗，先用清水冲去表面浮尘，再进入盐水或小苏打水中泡上10分钟。因为桃子表皮有细绒毛，很容易藏污纳垢，泡过再轻轻搓洗，才能去掉农药残留和污物。特别是桃子的果蒂附近和凹陷处，要用指腹反复揉洗。据说那里是催熟剂残留最可能聚集的地方。最后用流动水冲干净，最好削皮后再吃。桃子皮薄可以食用，但为谨慎起见，高风险人群如孕妇、小孩，还是去皮吃更稳妥。吃剩的桃子尽快冷藏，避免放太久滋生细菌，或让残留的化学物质进一步渗入果肉。5. 荔枝皮甜肉香，却暗藏农药风险。荔枝是夏天令人垂涎的珍果，俗话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，形容的就是它的美味与珍贵。然而老果农提醒，
荔枝那凹凸不平的果皮上其实可能藏着不少农药。很多人吃荔枝图方便，喜欢拿起来用牙直接咬开果壳。然而这个动作非常危险，因为荔枝皮上若有残留农药，当你用牙咬时，农药就直接接触嘴唇和果肉，相当于把毒素送入口中。正确的吃法是用手剥，而且剥之前最好把荔枝先洗一洗外壳。虽然我们不吃皮，但清洗可以防止剥皮时手指把残留带到果肉上。为什么荔枝皮上会有农药？荔枝树也需要喷药防虫的。南方种荔枝的一大难题就是各种害虫，例如荔枝春象，俗称臭屁虫和果蝇、介壳虫等。尤其是春象，如果不及时灭杀，它们会分泌臭液、毒液害果，更会在果皮上产卵，让荔枝烂果掉落。一旦树上有这些虫，果农只能靠喷洒高效农药来解决。有些荔枝园还会在打药后围上警示牌，提醒游客别随便采来吃。因为刚喷过药的荔枝确实不能立刻食用，正常情况下农药都有安全间隔期，打药后要隔一定天数才能采摘，否则农残会超标。所以为了赶上市场而违规提前采收，也可能导致果皮残留超标。除了田间管理的农药，荔枝采收后还可能有保鲜处理留下的化学残留。大家知道，荔枝离开树后很容易变色变质，有采下半日色变、一日未变、3日麝香未进去的说法。为了保鲜，防止果皮变黑，过去有商贩用过硫磺熏蒸或保鲜剂浸泡的手段处理荔枝，比如以稀盐酸浸泡青皮荔枝，可以让果壳快速变成红色，看起来新鲜诱人。但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危险，盐酸残留会腐蚀口腔和消化道，还有使用保鲜涂膜的，虽然能延长保存期，但如果浓度配比不当，也可能残留超标。好在如今市场监管趋严，这类违规操作大幅减少，我们买到的荔枝大多数是自然成熟的，不太需要担心药水泡过的问题。然农药残留仍然是要注意的。近年抽检也发现过部分荔枝样品杀菌剂超标的案例，比如比作迷菌酯是一种常用于荔枝防霉的药，国标残留上限是每公斤 0.05 毫克，但有不合格样品残留超标了2倍。再如高效氯呋嗪菊酯这类菊酯类杀虫剂在荔枝上也检出过超标，超标往往意味着采收前打药过晚或剂量过大。因此吃荔枝一定要注意方式，首先挑选来源可靠、抽检合格的荔枝产品，如果是路边摊便宜卖的，外表鲜红得不太自然的，要谨慎购买。拿回家后可以用清水充分冲洗果皮，甚至用果蔬清洁剂泡一会再洗，减少残留。剥荔枝时自己手上要干净，剥完皮最好洗手后再取果肉进食，避免手上残留农药碰到果肉，千万别图省事用牙咬皮。另外，荔枝性热，多吃容易上火，一次别吃太多，空腹也不宜猛吃，以免出现所谓荔枝病的低血糖症状。总之，美味当前也要讲究科学吃法，才能既享口福又保健康。了解了以上这5种水果的内情，是不是觉得有点触目惊心？别急，也不必因噎废食，从此对水果敬而远之。水果毕竟富含维生素、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对健康的益处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们要做的是聪明挑选，正确清洗，把农药吃进肚的风险降到最低。以下提供老果农和营养师们一致建议的水果农药防御3步骤。第一步，挑选当季水果。反季节的水果为了长途运输和保鲜，往往使用更多化学药剂处理。例如反季的草莓、葡萄可能喷更多防腐剂，而当季当地的水果成熟度高，运输时间短，相对不需要过度依赖农药和保鲜技术。另外，购买时尽量选择信誉好的商家或有机或无毒种植标识的产品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对于草莓、葡萄这类农残高风险水果，可以优先考虑有机种植的，虽然价格贵一些，但用药更少更安心。第二步，清洗多花1分钟。几乎所有农药残留都溶于水或有一定水溶性，所以自来水冲洗其实就能去除大部分残留，关键是要仔细和充分。很多人随便冲2下就吃，
等于把机会让给残留农药。我们要根据水果特性选对方法，像草莓、葡萄、樱桃这种可以整颗泡的，就先淡盐水或苏打水泡几分钟，再反复轻刷冲洗。苹果、梨子这种表皮光滑的，可多冲多搓，必要时用小苏打或刷子辅助。至于像芒果、凤梨、哈密瓜这种带厚皮但不吃皮的，吃前也应该把外皮刷洗干净，避免切开时刀子把皮上的脏东西带入果肉，多花一点时间清洗，比起日后可能的健康隐患，真的是值得的。第三步，高风险水果去皮吃。对于我们今天点名的几种水果，以及其他皮薄易残留的，如桃、梨、苹果、黄瓜等，削皮是不失为明智的选择。虽然果皮含有一定营养和膳食纤维，但相对于农药等化学残留的危害，那点营养可以说是微不足道。特别是孕妇、小孩、免疫力低的人，或有肠胃肝肾基础疾病的人群，更适合去皮食用水果，减少任何风险。另外，像葡萄干、苹果干这类果干，因为吃之前无法清洗，购买时也要注意选择可信品牌，并适量食用。除了以上3点，还有一个额外的小建议，多样化摄取水果，别长期只偏爱一种。假如你每一天都吃同一种高农残水果，那累积风险肯定比轮换着吃不同水果要高。1周之内换着种类吃，某种残留在你体内积累的机会就小一些，营养也更均衡。最后提醒一句大实话，通过正规渠道买的水果，只要清洗得当，适量食用，大部分人真的无需过度恐慌。绝大多数农药都有严格的使用规范和残留标准，合格的水果其实安全有保障，偶尔吃到1-2次残留略高的也不至于中毒，但如果日积月累大量摄入，那就难说，对健康毫无影响。所以我们才强调，长期看来还是讲究点门道好。当你了解了水果种植中的那些门道，再也不是糊里糊涂的吃，每一口都更加安心踏实。养生的真谛不就是如此吗？既然吃得多，就要吃得聪明，吃得安心。现在你还会每天无条件的狂吃草莓、葡萄这些水果吗？老果农的忠告值得我们思考。水果虽好，可不要贪多求快，忽视了藏在果皮上的秘密。做好挑选和清洗功课，既享受了美味，又远离了那些吓死人的农药隐患，这才是聪明的吃货之道。祝大家都能健康享受水果的甜美，同时把不需要的农药调料拒之门外，吃得开心，吃得放心。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用水果为健康加分，而不是无意中给身体埋下负担。安全食用水果，让养生真正达到效果。